玩笑开大了吧？往上走。谁叫你们开枪的？我叫你们开枪了吗？自作主张。老板，那一男一女武功太好了，不用枪我们根本抓不住他们。你们现在已经开枪了，抓住人了吗？人呢？那个女人有没有中枪？没有，老板。为什么要杀我？自己做的坏事还要问我吗？都一样，不用说那么多。今天要不就你死，要不就我死。把枪放下。今天琉璃宫有贵宾降临，你必须马上离开。他帮日本人，你为什么要帮他？可笑！你跟日本人称兄道弟，就是天经地义。我帮他们杀几个人，就是灭绝人性。难道你只许州官放火？撤！你走不走？二位，今晚琉璃宫确实有一场非常重要的宴会，是耽误不得的。要不这样好不好？林姐就自作主张，我们在琉璃宫的贵宾房开一桌，文斗一样能够决出胜负的。
我今天就看玲姐的面子。纳兰洞，我们就文斗定胜负，你敢吗？奉陪到底。把枪给我。今天的事儿，我会向你慢慢解释。刘丽子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小姐，纳兰少爷这样到底能不能赌赢啊？必输无疑。东少，准备怎么赌？简单一点，就赌单输。好，爽快。那我就拿双，委屈东少拿单了。你想玩多大？你的命。好，难得东少今天这么有兴致。不过我也不是无下阿蒙啊，你想拿什么当赌注呢？我的命。好，我今天心情好，就陪你玩玩。开局。卑鄙小人！哼，兵不厌诈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都是好兄弟。哎，已经停在00格了，就算打个平手。玲姐，你忘了我们的赌规？我们赌的是单双，00可是双数，还是我赢。你现在欠我一条命。不过我恩怨分明，我还记得东少从日本人手里救过我一命，这条命就是我还你的。以后我们各不相欠。喂，老大，嘘，琉璃子很孤单呐。别闹，动，别闹，老大，别闹了。你笑什么？他们把我想闹完了。对了，我有个问题，这个什么什么博士，他在研究什么新品种啊？为什么不能在上海附近的实验室，要绕到山东潍坊的实验室呢？你看人家一下，老大，我就想问这事儿来着。其实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你看人家老大啊，大清早的把我们叫到这儿来，什么事情都不知道。恋爱中的人呐，智商为0。等会儿抢话不就知道了吗？喂，哎呀，别再闹了，我没闹，有动静。
快点，出击！走！千叶伯伯，走！开枪啊！对不起，那人现在不能死。有什么理由不能死？我不能说。那就让开。除非你杀了我。氟乙酸剧毒。全夫就是被这个杀死的。小日本之前一直研究的就是这个东西，这怎么处理啊？这玻璃瓶得挖个坑深埋，2辆车呀就炸毁了吧。千叶伯伯，千叶伯伯。哎，放下枪！你是？世千寒。
你是谁？啊，我们是好人。你看我们长这么面善，我们就是好人。Hero，Chinese hero。我们得到消息，因为你发布了太多对日本人不利的消息，他们决定杀一儆百。我们是来救你的。你们是雅典娜？这里不安全，不宜久留，我们先走。Let's go，Let's go。来，走。来。你们上当了！是你？你说什么？这个记者被日本人收买了，他会泄露你们的行踪。他刚刚被日本人打伤了腿，不可能被收买的。没工夫跟你们解释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我在小田办公室听到的。这个记者他已经被日本人全。喂，他们这是什么情况？不知道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问我这个问题，还不问我怎么减肥呢？不如你们放我走吧。No。喂，你打我！就打你！你居然劫杀抗日人士！你不相信我？我相信我看到的，我看到你就日本博士，我看到你对日本领事馆那么了解，我现在又看到你杀了一名抗日人士。都有人来了！隐蔽！那他怎么办？抬回去！走，快！日子！干少，进去看看。哎。明显的，还没凝固。你是说，那个记者的意图被雅典娜给识破了，然后把他杀了？有这个可能。那么我们怎么向小田秘书长交代呢？按照原先计划，把他杀了，然后丢到报社门口，这样，秘书长要的效果就达到了。可是你呢，偏要节外生枝，说什么收买他可以引出雅典娜，然后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哼，现在好了，连尸体也找不到了。那我们下边该怎么办呢？那你有没有看到雅典娜的样子？我只看到一男一女，不过两个人都蒙着面，我看不太清楚。那你就不要怪我的办法没用，是你自己没用。你走。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我送你回琉璃宫吧。滚！不滚！滚！不滚！
对不起嘛，我哪知道那是个卧底呀？你不跟我说，我哪知道那么多呀？我怎么没说？你不相信我还打我？是我那个，哎，那你要实在还是生气的话，今天晚上我好好补偿补偿你，怎么样？啊？讨厌！哎，你别走啊你！哎，过来，走开！你让我亲亲，快过来！烦人！曲风，我们先进去，然后。前边东西挺复杂呀。长官，全关。不是切断电源了吗？不知道啊，难道有应急电源？我们分头去找。走，这几个人交给我，小心。程诺，你怎么坐这儿了？夏，这道墙机关重重，我刚才差点被这些石头夹死。机关？啊，没有啊，你不会是看错了吧？啊？难道我刚才看见的是幻觉？换你个头啊！要不是我切断电源，你早被石头夹成肉饼了。原来不是幻觉啊！哎，吓死我了！老大，我先来。老大，
哎，没事了。走吧。难怪小天那么淡定，原来这里面是个天然的保险箱。里面还有可能是个迷宫，里面肯定还有机关。最起码说明我们没有走错路。可问题是，我们切断了电源，又破坏了应急电源，里面怎么还有电呢？跟我走。等等，承诺他们还困在里面呢。没关系，我已经把机关都关了，他们不会有危险的。走。暗格里面，这里没有密室，也没有暗格。奇怪了。
你触动警报器了。小日本，那么狡猾。速战速决，看谁快。滚！走。档案馆五顾停电，小队长为什么不派人查找原因？因为当时我人在里面，打电话到门卫，值班的士兵告诉我，那里轮夜的技师已经下去查看了，所以我就等了一会儿。档案馆那么重要的地方，小队长居然决定去等。后来我觉得不放心，我就下去查看。可是我刚到楼梯口的时候，就听到了警报的声音，我就又回到了档案室。因为显示警报异常的是绝密机要室，我就带人进入了机要室。可是我们赶到的时候，值班的卫士已经死了，闯入者已经离开，所以我们又折了回去。士兵通报说2名闯入者在底楼，我就又带人下去拦截。只有2名闯入者。是的。那就搞得你们鸡飞狗跳。你是在拦截的时候受的伤？是。有看清楚对方的脸吗？当时底楼一点灯光都没有，再说他们都蒙着脸，根本看不见他们的长相。八嘎！嘿！幸好资料没有失窃，否则我毙了你们这群饭桶！滚！嗨！大总，我有个线索，我想应该让你知道。什么线索？我进机要室清点资料的时候，发现有一些档案掉在地上。大总，应该记得我曾经提醒过你，军部有内奸的事吧？那些掉在地上的资料，都是千叶博士毒气的配方。好，谢谢小田君告诉我这么重要的线索，我会派人去调查的。好，那我就先回秘书处，那边还有很多事情要我善后的。案件的进展，我会着人通知小田君的。谢谢。大总，根据秘书长提供的线索，夜入档案馆的人很有可能是雅典娜。你有什么意见？我想，我们可以佯装，再运出一次千叶博士的实验品种，同时布下天罗地网，等待雅典娜上钩。
时间和地点呢？既然我们这里的内奸可以带雅典娜混进领馆，倒不如这次行动就安排在领馆院子内，大佐以为如何？好，你去安排。嗨，我这就去安排。是你故意把毒气配方留在现场的。玉兰，谢谢你为我说话。我也没做什么呀，只是实事求是而已。谢谢。玉兰，刚才我看到秋木在下面调动士兵，好像要出门的样子。他建议说再运一次实验品种出去，好引出雅典娜。我批准了，想看看他究竟要干什么。哦，对了，给你看样东西。什么？一定会感兴趣的。你从雅典娜实验室里取出来的？我装成工人混到里面，趁他们不注意偷出来的。好，你需要多少人？1个小队足够了。我给你2个小队，务必一举捣毁雅典娜的实验室。等我好消息吧。这个先放你这儿。哎呦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对不起啊。没事。我回去清洗一下就行了。好。来，快！哎，轻点儿。秋木副官，秋木副官，这么大阵仗是要出去执行什么任务吗？是啊，不过任务关系重大，我不方便向你透露啊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你们谈完了？那大佐他回办公室了？哦，没有。大佐他回房间了，很快。他吃点东西，等他回办公室了再去找他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秋木副官，大佐他回房间了，这样贸然去，不太妥当。怎么会不妥？哎，不，去了你就知道什么不妥当。
生物大佐，我是秋木，有事找您，请开门。怎么了这是？完了，眼睛没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在沐浴，他竟然闯进来偷窥，没杀了他，已经算手下留情了。我是问你，你为什么把他的眼睛弄瞎了？他哪里犯错，我就惩罚他哪里。他原本就有一颗很坏的心，我恨不得刺破他的心。江老板的仓库是雅典娜在上海的秘密实验室，藏有博士失窃的实验品种，我们特来查处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啊，什么失窃的实验品种啊？我是闻所未闻呐！哎，再说我这儿更不是什么秘密实验室了。东少啊，您是知道的，这几年我一直跟小田秘书长合作做生意，我干嘛要放着很好的日子不过，去偷窃什么实验品种啊？啊！我也不明白，这个就要问江老板你了。这，搜吧。去那边！放下！别看我的货呀，我的货呀！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啊！东少，你们连小田秘书长的货也敢砸呀？啊！啊，大人，这是我们从仓库发现的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我怎么知道呢？这个是鸦片。我知道小田秘书长平时在生意上面很照顾你，所以你就假借他的名义私藏毒品、贩卖鸦片来回报他。东少，这绝没这个意思，绝没这个意思。东少，您看方不方便借一步说话？干什么呀？想贿赂我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奉公来查案的。你要是贿赂我，你就是罪加一等。行，
哎呀，董少，没有这个意思，绝没这个意思呀！长官，这是仓库里找到的实验品种的器具。江老板呀，江老板，贩卖鸦片我也就不说你了，这个怎么解释？这简直就是栽赃陷害！我根本就没有见过这种溶液，我也不知道它的用途。你说我偷它干什么呀？董少，看在朋友一场的份上，你稍等片刻，我把小田秘书长找来，向你解释清楚，行吗？把所有违禁物品给我抬出来，当场销毁。实验品种带回去化验。这儿，查封。老板，怎么了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给我打！打！游戏开始。小姐，怎么和日本人打起来了？是那个纳兰洞，他不分青红皂白，带着大批的日本人闯进我仓库，还打死了我的兄弟们，要查抄违禁物品。你们能不能放了我再比试？不行！你走！你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就打我？你干什么把人家仓库给炸了？你没看见仓库里面全是鸦片啊？什么？江老板贩卖鸦片吗？是，气死我了！你简直……赶紧去找承诺，他被小田追杀呢。等会，小田在附近。承诺为了引开他，故意被他发现的。放心吧，承诺会安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小田马上就会到这儿来，这个仓库的幕后老板就是小田。你们去那边找，
你们去那边，快点！刚才的爆炸声是从江氏仓库传出来的。哎，是天区左手边第一家那个江氏仓库吗？就是那里。我听说江老板财大气粗的，仓库里养了20多个大手。那你说他仓库怎么还能被人炸了呢？好像说是日本人来炸的。哎，那我怎么听说那个江老板是给日本人做事的？这我也听说过呀，可能是分赃不均，得罪了日本人吧。哎呀，这仓库里呀，报告，什么都没找到。你说他那仓库怎么还能被人给炸了？你们2个到附近的仓库再找找，我去天区再走一下。是。一早上好好的，突然之间这样了，这么多人，还这么多日本兵，噼里啪啦一顿枪啊，是吗？就这样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刚过来，可能得罪人了吧？得罪日本人了？那没。你们那么多人在外面站着，为什么不进去救火？先生，那里面死了那么多日本人，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我们谁也不想进去惹祸上身呢。就是，八嘎！江老板，那碗冬汤。江老板，江老板。纳兰让我先回来报告情况，他自己去追雅典娜的成员了。雅典娜的核心成员到了几个？2个，都蒙着面。因为当时交战双方的间隔距离比较远，所以没看清楚他们的样子。幸好，当发现他们在转移试验品种时，纳兰和我追了出去，不然发生爆炸的时候，我们俩也会被困在仓库里。为了消灭敌人，宁愿引爆实验室。哼，共军确实干得出这种事儿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上！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！把他给我拽开！多谢2位恩公救我。这里没事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谢谢。大佐，真的不用多带些士兵过去吗？一个被绑住了手脚的女人，即便她是真的神，还能有什么能耐？那个艾老板你盯紧点儿，适当的时候可以略施小心，别伤到他的手。我倒想看看，他真的是商人，还是另有其他的身份。嗨。
四处警戒！大佐，你到底是不是宫下大人要找的雅典娜女神？真是的，他怎么会告诉你这个呢？你不用等大佐回来了，这次提审取消，起来跟我们回牢房吧。他为什么不来？大佐在过来的途中遇袭受伤，那是你同伴干的吧？怎么都把英雄绑在那儿了？什么鬼子？是啊。只是伯伯没有看见。10年前，我救不了景商，想不到10年后，我也救不了你。哎，我真没用。伯伯，我想请求你，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？放弃毒气品种的研究吧。生化武器的危害实在太大了。千千万万个家庭会因此而支离破碎。你现在仰仗着是军事强国，就在弱国的领土上投放生化武器。他日，一样会有更强大的国家在日本的领土上做同样的事情。两国交战，
有多少无辜的百姓要受害？对不起，我不能答应你。研究生化武器是我的责任，也是我多年的心血，这样我都不能做，我还能为帝国做些什么呢？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呀？啊，对不起，是我为难你了。来人，千叶博士，总理事大人说时间到了，请您回避。哎，这是谁呀？东少，是东少，东少。纳兰，你来了，你的急事处理得怎么样了？劳大人关心，处理完了。好。今天特意叫你来，是因为我们已经查出，这琉璃子就是杀害我们小田秘书长的凶手，而他也正好是你的新婚妻子，所以这件事情依你看，该怎么处置才好啊？她是我的新婚妻子，没错，但她也是秘书处的军人。军人在职期间犯的错，得当军法处置。好，你深明大义。来人，念在你们夫妻一场，我允许你亲手送他上路。领事大人，我有一个请求。什么要求？我非常爱我的妻子，我想行刑过后，把她的尸首带回家乡，埋在祖坟里面。我不想她死后无家可归，希望领事大人满足我这个请求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亲手处置完以后，就领他回去吧。谢大人。是谁呢？原来是披着一张人皮的刽子手。看着刚才那样子，跟琉璃子应该是旧相识。哎，你说他怎么下得去手呢？哼，在日本人那儿命都保不住了，还管什么旧不旧相识啊？哎，又一个亲日的狗汉奸呢。